穗儿，那妾室仗着你爹宠爱，闹得全家不得安生，娘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废话什么？君子动手不动口。这孩子杀心太重了。你不爱动脑，怎么只爱动手？自那以后，他们对外宣称我不食人间烟火，不理俗事，是顶顶好的温顺女子。穗儿，你说说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陛下竟然大手一拍，把你指给了镇北侯世子。那陆燕是出了名的纨绔，还没进门，他后院的通房妾室都能打2桌叶子牌了。这样的人家，你怎么忍得了？指了便嫁，没什么忍不了的。夫人，世子爷去了柳姨娘房里，今晚不过来了。果然应了娘的话，成婚当晚就去妾室房里，故意让我难堪是吗？真麻烦。我最厌恶这等古板无趣的女子，容貌身段都不及你。有你这处温香软玉，我怎会舍得去她那儿？懒得同你分辨，毕竟新婚之夜，不好让人打扰了世子爷的雅兴。怎么闻到一股烧焦味儿？不好，着火了！不是哥们儿，哪个混蛋把门锁上了？怪天喽！来人，开门！走水啦！快来人啦！折腾了一整日，头上的凤冠压得我脖子酸疼。这下正好，不用进去听那些虚情假意的废话。也不用面对那张被酒色掏空的脸喽。走水啦！走水啦！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那边起火了，你怎么还坐在这里？急什么？谢了。可那是……夫人又不会救火，夫人只会帮倒忙。可是世子爷还在里面啊！放心，祸害1000年，死不了。咸淡适中，味道不错。水，快拿水来！让开，都给我让开！别叫了！这出戏倒比台上唱的有意思多了。陆燕虽然是个草包，但这逃命的本事还不赖。哪个不长眼的放的火？要是伤了莹莹，我要你们全家的命！江穗，你就在这儿看着。世子爷这话说的，妾身一介女流，手无缚鸡之力，难不成还要冲进去给您灭火？这火是不是你放的？我早就听说你是个不知好歹的毒妇。世子爷慎言，妾身只是路过，见这院子里灯火通明，还以为世子爷在办什么篝火大会呢，谁知道是真着火了。你世子爷这一巴掌下去，明日御史台的折子怕是就要堆满陛下的案头。宠妾灭妻，新婚之夜殴打正帖，这罪名不知道镇北侯府担不担得起。如今他爹镇北侯的地位并不稳当，侯府正如履薄冰，他不敢把我怎么样。好得很，江穗，你给我等着，今日这事没完。回房睡觉，这意外来的身心舒畅。
一早晨吵死人了。夫人，侯府规矩大，新媳进门第2日可是要去给公婆敬茶的，再不去就晚了。本来打算睡到日上3竿的，小姐，不过想到昨晚那场火，还是去看看热闹比较好。毕竟善后这种事儿虽然麻烦，但也不能完全不管。儿媳给父亲、母亲请安。我这活菩萨的人设可是练了10几年的。天下谁都知道我江穗最是温柔懂事，不食人间烟火。起来吧，昨晚的事我都听说了。穗儿啊，昨晚那场火，母亲，昨晚儿媳去寻夫君，见夫君与柳姨娘情深意浓，实在不忍心上前打扰，谁知刚一转身，便见院中起火，儿媳也是吓坏了，一时手足无措，只能赶紧叫人来救火。许是天干物燥，柳姨娘约子里的东西又多是易燃之物，这才……胡说！昨晚明明就是你，我看见你在门口鬼鬼祟祟，然后就起火了。没错，就是他惹出的这场火情。母亲，您一定要为儿子做主啊！这毒妇刚进门就敢放火惹事，以后还了得？这2个人还真是天生一对，蠢得让人心疼。柳姨娘这话可有凭据？你说看见我鬼鬼祟祟，那请问当时你在做什么？若我没记错，当时房门紧闭，柳姨娘难道是长了双透视眼而成？我那是听见外面有声音。听见声音就是我放火？那我还听见你们在房里说我是个古板无趣的木头呢，难道这也是我逼你们说的？够了！你个不争气的东西，新婚之夜不在正房待着，竟然跑到妾室房里鬼混，这事儿要是传了出去，我的老脸都要被你丢尽了。还有你，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也敢在正厅大呼小叫，我看你是被惯得不知天高地厚了。母亲，可是昨晚那火……可是什么可是？那院子烧了就烧了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倒是穗儿刚进门就受了这么大委屈，你还不快给人家赔罪？母亲，您让我给他赔罪？他昨晚差点一把火烧死我。那是意外。哼，穗儿都说了是天干物燥，你非要往自己媳妇身上泼脏水吗？母亲，都是儿媳不好，没能照顾好夫君。好孩子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你放心，以后这府里没人敢给你气受。既然那院子烧了，柳氏，你就搬到西边的偏院去住吧，那里清静，最适合静思己过。世子爷，母亲，那地方怎么能……就这么定了。以后府里的大小事务都由世子夫人一人做主，谁要是敢不听话闹事，直接发卖了。这镇北侯和侯夫人倒是比我想象的要聪明些，他们知道陆燕是个扶不起的阿斗，所以需要一个厉害的媳妇儿来管住她。而我恰好就是那个厉害的媳妇儿，虽然我懒，但只要钱权在手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你给我等着！来，儿媳定不负所托。凭什么？凭什么将象征掌家大权的对牌和账本都给他？江穗，你给我站住！我站住！叫你站住，你耳朵聋吗？亲爱的世子爷，您就这么爱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吗？江穗，你怎么了？世子爷这么大人了，自己摔跤还要跟我闹不成？你就给我等着！
这该死的竹子，我一定要把他们全砍了！镇北侯府名声在外，我原以为是金山银山，没成想内囊都已经进上来了。回夫人，这府中日常嚼用本就大，加上世子爷平日里……陆燕平日里挥霍无度也就罢了，怎么那柳莹莹也是个吞金兽？瞧瞧这上头的记录，南珠要最好的，料子要最贵的，她一个妾比侯夫人还能花，这哪里是账册，分明是催命符。春桃，传我的话下去，从今日起，府中上下节俭开支。夫人，才多少？以后世子爷和柳姨娘的月令直接减半。减半？夫人，世子爷脾气暴，这怕是……闭嘴！还有，告诉库房和采买，宫中的开销凡是超过50两的，无论是谁，都必须亲自经过我的手，我不同意，1分钱也别想支走。柳姨娘那个院子烧了，若是想重建，让她自己出银子。要是柳姨娘说拿不出来呢？拿不出来，那就让她在那破偏院里待一辈子，去办吧。夫人，话已经传下去了，您是没瞧见那柳姨娘的脸色白得跟纸一样，这下子她怕是真要在偏院扎根了。若是拿不出来银子，在那儿待着正好，省得出来晃眼，让人心烦。江穗，给我滚出来！江穗，你凭什么扣我的月季？谁给你的胆子连莹莹的银子都敢克扣？世子爷，请注意你的仪态，你这大喊大叫、衣冠不整的样子，活像市井泼妇。好，好，你当我是摆设是不是？江穗，我在跟你说话，你是聋了还是哑了？世子爷，发脾气费嗓子，您先消消气。府里的账本您看过了吗？什么狗屁账本？那是你管的事儿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几个月，您在外面花天酒地、千金一掷买那些陈年佳酿，再加上柳姨娘院里3天2头添置首饰衣服，这一笔笔银子花得跟流水似的。您心里到底有数吗？那又怎样？我是世子，这整座侯府将来都是我的，我花点钱怎么了？花点钱确实没什么，但若是把家底都花光了，以后这一大家子是跟着世子爷一起喝西北风，还是去大街上要饭？你少拿大话吓唬我！父亲既然把家交给我管，我就得负起这个责。世子爷若是有意见，大可以现在就去正厅找父亲理论理论，看看这月色该不该扣。行，你有种拿老头子压我，那你也不能扣莹莹的月季啊！她前些日子受惊动了气，身子弱得跟纸糊的一样，没点血缘人生养着，万一出了差池，你担待得起吗？身子弱，世子爷，柳姨娘那身子确实弱。昨儿个搬家的时候，她拎着2个大红木箱子跑得飞快，那脚力奴婢瞧着比府里的粗使婆婆还要强健呢。你说她哪里弱了？可不是吗？昨晚偏院起火，柳姨娘那腿脚比兔子还快。世子爷，您这睁眼说瞎话的本事见长啊！我看看她昨晚逃命的劲头，哪有一点弱的样子？再说了，府里的库房里堆着不少陈年的人参燕窝，只要他还是府里的人，宫中分力少不了他的，够他吃一辈子了。若是他嫌这些不够好，不够吃，那就请柳姨娘自己想办法，别来烦我。你这个毒妇！江素，我看你就是嫉妒，你嫉妒我宠着莹莹，你这是公报私仇，想活活饿死她。随你怎么说，慢走不送，把门带上。江穗，你给我等着，你迟早会后悔的。春桃，你瞧瞧，这门框都快被震散架了。世子爷这脾气，夫人，您这回是真的把他得罪狠了。他刚才那眼神像是要吃人。这男人除了无能狂怒，还会点别的吗？吵得我脑仁疼。他那是心疼钱，
更心疼那偏院里的柳姨娘。只要别来烦我，她就是把偏院哭倒了，也随她去。夫人，这几天府里倒是安生了不少。柳姨娘搬到那偏院后，虽然吃穿差了大半，倒也没听见她闹腾。折腾累了，自然就消停了。这种不用应付蠢货的日子，才叫日子。不过我听说世子爷这几日往那边跑得紧，今儿一早又送了2盆炭火过去，估计是去送温暖啦。由他去，他愿意把自己的私房钱填进那个无底洞，我乐得清静。夫人，不好了，柳姨娘好像疯了。疯了？这好端端的又是怎么个疯法？他在偏院里堆了好多柴火，还泼了油，现在正举着火把乱挥，嘴里喊着要放火，说要烧死大家，拉着全府的人陪葬。夫人，您笑什么呀？这都火烧眉毛了。我笑这柳莹莹还真是学不乖啊。学不乖？上次那把火没烧死她，那是她命大。这回倒好，她不逃命了，反而自己玩起火来了，真是嫌命长。走吧，准备去看看。夫人，你慢点儿，那边危险。急什么？既然他想演这出戏，我这个做主母的总得去捧个场。江穗，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！你克扣他的分力，把他赶到这种鬼地方，现在把莹莹活生生逼疯了，你满意了？哟，世子爷，上次说你像泼妇，这次就学乖了。不过大喊大叫的毛病还没改，所以只是幕后而观罢了。我在跟你说柳莹莹的事，你少跟我扯这些有的没的。既然他想玩火，那我就成全他。你还是不是人？那是人命！烧死你们！只要火烧起来，就清净了，统统烧死！夫人，地上全是油，这要是点着了，这一排房全都得化成灰呀！世子爷，您这宝贝妾民还真会挑地方。这要是烧起来，第一个陪葬的可就是您那金贵的下人房。你快想办法，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柳莹莹，闹够了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江穗，是你，都是因为你，是你害得我无处落脚，是你毒妇害得我生不如死。既然我不痛快，我就拉着你一起死。莹莹不要，我还在这儿啊，我可不想再被烧一次。这种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把戏，世子爷看不腻，我倒是看烦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等火烧到你们屁股吗？踩灭他！放开我！你们这群狗奴才！我是世子爷的人，放开我！莹莹，你怎么样？伤着没？下手没个轻重，伤了莹莹，你们赔得起吗？你怎么这么傻呀？万一真烧着了，你让我怎么活？来人，把柳姨娘带下去，锁进里屋，严加看管。从现在起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放她出来。违令者，直接打断腿扔出。你敢？江穗，在这侯府里，我看谁敢动她一下！你当我是死的吗？世子爷，在这侯府待久了，你是不是忘了？这府里现在到底谁做主？你想干什么？我可是世子，纵火杀人可是重罪。今日柳姨娘若是真把这院子给点着了，伤了人命，这火光不仅能烧了偏院，还能直接把镇北侯府烧进大狱里。世子爷，你自诩情深，难道是想为了这么一个妾室，搭上镇北侯府上下几百口人的性命？还是说你想亲自陪她去午门走一遭？天狼，救我！还有，世子爷，我得提醒你一句，
根据账房刚报上来的数，你这个月的月例银子已经扣得一文不剩了。你说什么？世子爷，今日这出闹剧虽然没烧起来，但墙皮焦了，地砖裂了，这偏院的修缮费用若是柳姨娘那儿拿不出来，那就只能算在世子爷您的头上了。江穗，你疯了！本世子的乐器都被你扣干净了，你还要问我要钱？怎么，世子爷堂堂侯府嫡长子，是打算在这众目睽睽之下公然赖账？你少在那儿血口喷人，我哪有钱赔你？没关系，既然您现银周转不灵，我作为长家夫人，自然会亲自带人去您的私库里走一趟，缺多少就搬多少，总能抵上的。江穗，你敢动我的私库，我跟你拼了！这种男人多看一眼都觉得脏。走，回院子。春桃，给我泡壶上好的明前龙井。是。夫人，刚才吓死奴婢了，您那是真要把世子爷的私库给搬了呀？您刚才那样子，奴婢瞧着都怕。怕什么？折腾这一晌午，我嗓子都干了。其实我一点也不惊，只是觉得有点累。夫人，柳姨娘那屋自打那场火灭了后，死气沉沉的，连个大声喘气的都没有。世子爷在那边守了2天，也没见闹出什么动静。不安分又能如何？跟这群蠢货斗智斗勇，还不如我去毒死几只耗子来的痛快。那倒是，耗子死得干脆，不像有些人总爱在人眼皮子底下蹦跶。这一场火闹下来，陆燕和柳莹莹那儿也该消停了。我这几日只想过几天清静日子，谁也别来触霉头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外边守着，绝不叫人扰了夫人的午梦。世子爷，您怎么？江穗，你倒是还有心情在这儿躲清静。世子爷这是偏院待腻了，上我这儿找乐子来了。乐子，一会儿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。江穗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你以为把持了掌家权就能在这府里遮天热日？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，你私吞宫中银两、中饱私囊的证据全在这儿了。今日我看你还拿什么在这跟本庶子拿庄？夫人，这账目不对，怎么上头记着您上个月支取了3000两去置办私产？世子爷费了不少心思吧？这账本做得很是像模像样，连我瞧了都差点信了。世子爷带这么个假货过来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江穗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背后搞什么鬼。你克扣我的乐意，搬空我的私库，原来都是为了给自己攒提级钱啊！这证据确凿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。世子爷，您这是含血喷人！我们夫人分明是替府里省下了大笔开支。省开支？省下来的钱都进了你的腰包吧？江穗，你口口声声为了侯府，实则是个吃里扒外的毒妇。江穗，别在这给我装深沉。这本账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记录了你如何私吞宫中银两、中饱私囊。你说，这本东西要是落到了父亲母亲手里，他们会怎么对你？春桃，你瞧瞧，咱们世子爷这辈子大约是把所有的聪明劲儿都用在做这本假账上了。可惜啊，陆言，你还是不够聪明。你说什么？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？世子爷，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糊涂？在这侯府里，父亲母亲是会信这本漏洞百出的假账，还是会信我这个替他们肃清门户、深明大义的世子夫人？假账？你睁大眼看看，上面的日期、经手人，还有你那院里的领票记录，哪一笔不是有凭有据？你想抵赖？做梦！这回你就算想赖也赖不掉了。我就不信父亲母亲会容得下一个中饱私囊的贼婆娘。而且，江穗，你别以为自己那点陈年急事没人知道，你那个姨娘到底是怎么死的，
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吧。你既然知道那件事，看来我真是小看你了。你这草包也不是完全没有准备。江穗，全京城都传你是活菩萨，不食人间烟火，不理俗世纷争。陛下也是老糊涂了，居然想用你这种温顺纯良的女子来压我的纨绔风气。夫人，他这是铁了心要拿捏咱们名声这种东西，武的严实，自然就传得远。既然你把这些旧账都翻出来了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想通了，很简单，只要你乖乖把掌家权交出来，把那对牌和账本原样还给我。还有，我得给莹莹一个名分，你亲自去跟父亲说，要抬莹莹做平妻。只要这2件事办成了，这本假账我就当没看见。你当年在江府杀人的那些安杂事儿，我也一并烂在肚子里。不然，你这温顺女子的面具，怕是就要碎在全京城面前了。到时候，我看你还怎么活！掌家权，平妻，世子爷这如意算盘打得可真响啊！江穗，只要你按我说的办，这本假账我就当没看见。你以前在江府杀人的那些事，我也一个字都不会说出去。怎么样，这笔交易划算吧？陆言，我本想留着你慢慢玩的，可惜你非要自己找死，那我就没法子了。这可由不得你！世子爷，你读了这么多年的圣贤书，知不知道这世上有一种人是最不能惹的？什么人？就是那种看起来人畜无害，实际上心狠手辣的人。你吵死了，总算清静了。陆燕，跟我江穗拼，你有这个实力吗？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！置办私产，中饱私囊，这种低劣的戏少，你也敢拿到我面前显摆？陆燕，你知不知道我这个人最怕麻烦？本想着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不介意这侯府多养一张嘴，让你安安稳稳做个富贵闲人。可惜啊，这世间总有人放着活路不走，你非要作死。陆燕，你不是一直嫌我这儿清冷吗？从今天开始，你就哪儿也别去了，安安稳稳的在床上躺着吧，别白费力气了。对外，我会告诉父亲母亲，世子爷是因为昨夜奋勇救火受了风寒，邪风入体，这才导致中风瘫痪。春桃，去请大夫过来，就说世子爷操劳过度，突然晕倒在房里了。是，夫人，奴婢这就去。该准备下一步了。王大夫，世子爷昨晚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……这可叫我怎么活呀？大夫，您快给瞧瞧，夫人为了伺候世子爷，一宿没合眼，心都快碎了。夫人节哀，老朽这就仔细推讨。王大夫，您是府里的老伙计了，世子爷这病到底是怎么个说法？您可得跟儿媳交个底儿，我也好回禀公公婆婆。王大夫，我家燕儿到底怎么了？昨日还好端端的，怎么一觉醒来就成了这副鬼样子？夫人，世子爷这是邪风入体，痰迷心窍，也就是民间俗称的生中啊。肃中？他才20出头，昨日还活蹦乱跳的跟我顶嘴，怎么可能突然就肃中了？你是不是看错了？母亲息怒。大夫，世子爷向来身体强健，这病总得有个由头吧？这世子爷平日里饮酒过量，伤了肝肺，加之房事频沉，弟子早就虚了。这么说，世子爷这辈子就只能躺在这儿了。天可怜见的，这叫儿媳往后靠谁去啊？王大夫，您医术高明，您实话告诉我，世子爷他真的还有治吗？老朽定当尽力而为。但这病来如山倒，3分靠药食，7分全看往后的调养。以世子爷如今的脉象看，往后怕是只能长年累月地卧在床榻上了。
只能卧床，那不就是成了废人？我的儿啊！母亲，你快撑住，万万不能在这个时候倒下。世子爷如今遭了大难，这府里上上下下可全都指望着您这根定海神针呢。穗儿，你说的对，燕儿成了这副模样，往后这个家可就全靠你一个人撑起来了。母亲放心，儿媳定当竭尽全力。你要说句实话，穗儿，燕儿如今废了，往后怕是再难给你什么荣宠。你可不能在这个时候嫌弃她呀。夫人对世子爷的一片真心，天地可见，老夫人您就宽心吧。世子爷，听到了吗？往后您就安心在这儿养病，外面的那些纷纷扰扰，妾身都会替您打理得妥妥帖帖，绝不让您操半斗心。柳姨娘那儿我也会好好照顾，您放心，我绝不会让她走得太寂寞。母亲，世子爷这是高兴的哭了呢，瞧他多舍不得儿媳。哼，救火受了惊。哼，这孽障平日里花天酒地，身子骨早就烂透了，如今中风瘫痪，全是自作自受。父亲息怒，儿媳已吩咐下去，只对外说世子爷需要静养，绝不让外人看了侯府笑话。不必管他死活，让他烂在床上便是，骂他都嫌脏了本侯的嘴。是，儿媳明白。夫人，这柳姨娘闹了好多回了，嗓子都快喊哑了。她既然想叫，就让她叫，毕竟这也是最后的机会了。江穗，你这个毒妇，你到底把燕郎藏哪儿了？我要见他，我要见他！你这日头晒得人发昏，搬把椅子过来。别喊了，世子爷病得不轻，现在连床都下不了，见不了人。你胡说！燕郎身体一向健壮，怎么会突然卧床不起？一定是你对他下了毒手，是你害了他。你倒是对他情深。那是柳莹莹，看清楚了，这是你的卖身契，我也没必要骗你。陆燕确实瘫在床上了，以后她连话都说不利索了，连自己拉撒都管不住。你指望她？他现在连这扇门都进不来，更别提像以前那样护着你了。柳莹莹，你现在指望陆燕，还不如指望我。瘫了，燕郎他怎么会瘫了？这就是你的卖身契。陆燕当年为了哄你，虽然把你从老鸨手里赎了出来，却一直没去光府入籍，只是私下扣着这张纸。柳莹莹，我现在给你两条路。第一条，你继续留在这破败的偏院自生自灭，或者去正房伺候陆燕。但我丑话说在前头，她现在大小便失庆，整个人都烂在了床上，脾气坏得像头疯狗。你若是现在过去，这辈子就算彻底毁在那臭气熏天的病榻旁了。不。当然，你还有第二条路。拿上这50两银子，拿着这张卖身契，现在就从镇北侯府的后门滚出去。50两。出去之后，你是想寻个老实人嫁了，还是回那萧金屋重操旧业，都与我无关。我只求耳根子清净，别再让我看见你这张脸。柳姨娘，怎么舍不得世子爷？那您可得快点去，这会儿说不定世子爷又尿湿了一床被褥，正等着您去洗呢。谢夫人成全，我走，我这就走。春桃，带他走，记得交代下去，以后若是在京城地界再让我见到他这张脸，不必回避，直接。世子爷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你那位新渣渣上的柳莹莹，刚刚已经从后门滚了。她
他拿了50两银子和卖身契，走得可开心了，连句告别的话都没给你留。你瞧瞧，你所谓的真爱，在活路面前，连头都没回。哭什么？这点委屈都受不了，以后这日子还长着呢。陆燕，你看啊，你视若珍宝，甚至不惜为他跟我叫板的人，到头来也不过如此。50两银子就能让他把你忘得干干净净。这新贡的葡萄汁水果然很甜。你之前不是一直抓着当年的事不放，想知道我那个姨娘到底是死在谁手里吗？其实你猜的没错，她实在是太能闹腾了，外通朝臣，内搅中户，闹得我娘夜夜在房里啼哭，闹得我爹整日家宅不宁。当时我就在想，这种聒噪麻烦的人，只要让他彻底消失了，大家不就都清静了吗？你瞧，现在这屋子里不是也清静多了吗？所以啊，陆言，往后余生千万别再试着来惹我。我这个人真的很怕麻烦，只要麻烦消失了，我才睡得安稳。这日子没法过了。世子夫人接手2个月，府里的开支生生裁了60%，连咱们每月的油水钱都被掐断了。嘘，你小声点。上回那个敢在账房闹事的王二，现在还在后庄关着呢。世子夫人瞧着是个活菩萨，动起手来比谁都狠。舌头要是太长，我就替夫人剪了它。夫人饶命，奴婢知错了。起来吧，府中艰难，大家伙儿随我节俭些，都是为了这侯府的将来。春桃，记着给他们打赏2贯钱，全当辛苦费了。外头都说燕儿受惊瘫痪，你却不计前嫌，整日衣不解带的伺候。穗儿，这世间像你这般贤良的女子真是少有了。母亲说哪里话？儿媳既然嫁入陆家，照顾世子本就是分内之事，只要世子能好转，儿媳受点累又算得了什么？燕儿这辈子怕是没指望了。这些日子你把这府里打理得井井有条，穗儿，难为你了。从今往后，我这司库也交给你打理，这府里我就信你一个人。儿媳定不负母亲厚爱。燕儿现在整日在那儿流涎歪嘴，瞧得我心都碎了。穗儿，这样你还肯守着她，往后我就拿你当亲闺女疼。母亲快别说这种见外的话，既然儿媳进了这府里的门，照顾世子操持家务本就是分内的事，这府里没你，怕是早就乱套了。夫人，您这活菩萨演的可真够累的，每天早晚跑去世子屋里转一圈，也不嫌那屋里药味冲。累什么？总得去看看他，给他点东西吃，也就过去那一会儿，我这心情好得很。除了那会儿，您整天在这院里歪着，宫中大权在手，也没个男人在跟前碍眼吵闹。这日子简直是神仙生活，只要耳根子清净，我什么都好说。穗儿，你老实跟娘说实话，镇北侯世子那个病是不是你干的？娘，您真是多虑了。外头的王大夫诊了不知多少遍，白纸黑字写着是书中，难道您连大夫的话都不信？你别瞒我，穗儿，外人不知道，难道我这个做娘的还不清楚吗？那年因为你爹宠爱的画眉鸟吵了你午睡，你就亲手把他，也是现在这个眼神。原来我那个看似糊涂的娘，心里一直这么亮堂着。娘，陆燕想害我，她不仅做了一本假账，想诬陷我中饱私囊，甚至她还派人去查了当年的事，想拿那个妾娘的死来威胁我。他竟然查到了那个！他想让我交出掌家权，还想让柳莹莹做平妻踩到我头上。我不动手，难道等他拿捏着我的命脉，最后亲手把我送进死牢吗？而且您是不知道，当时他狠狠地掐着我的脖子，分明是要我的命，所以我这算是正当防卫。再说是春桃为他施的针，也不算我动的手。娘，放心，陆燕那家伙没事的。
我就知道这事脱不了你的手。穗儿，你这孩子真是随了我，面上瞧着比谁都软，心里却比谁都硬。这些东西你拿着，这是当年你爹跟那个闹事的妾室往来的私信，我一直压着没动，原本想带进棺材里，可现在或许只有他能保住你的命了。娘，您为了这些信受了不少委屈吧？你爹现在是老糊涂了，他为了当年的那点念想，居然想把你弟弟也交代给那个贱人的娘家照顾，那可是火坑，我这做娘的绝不能坐以待毙。当真是意外之喜。娘，您瞧瞧这落款，当年搅得江家翻天覆地的妾室，背后撑腰的居然是当朝三皇子。三皇子？三皇子不就是我那好夫君陆燕在外面整日效忠的那位明主吗？娘，您放心，既然您把这些东西交给了我，这镇北侯府的天就塌不下来。穗儿，娘这辈子没用，全指望你了，你可千万要护好你弟弟，别让你爹那个老糊涂把江家给葬送了。这东西到了我手里，就没人能动得了咱们，谁敢伸手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夫人，动作得快些，巡逻的护验刚过去。春桃，你瞧瞧，咱们那位瘫在床上的世子爷，野心倒是不小。这是三皇子的私信，还有这份……天啊，这是京城的城防图残卷！难怪他之前敢拿当年的事跟我叫彪，原来是觉得抱上了三皇子的大腿。一旦三皇子登基，他陆燕就是开国功臣，是从龙之功。谋逆可是灭九族的大罪，世子爷这是疯了吗？这草包平就不仅疯了，还蠢得无药可救。可惜啊，他选错了主子，更不该在这时候惹了我。走，这信烧了干净，残卷留着，还有大用处。是。世子夫人，别来无恙。听闻世子爷卧病已久，三爷在府中甚是挂念，特派周某前来问候。三爷有心了，世子受惊过度，如今确实见不得风。周先生有话直说，不必绕弯子。既然夫人爽快，周某也不藏着。以前世子爷手里藏有一卷先人留下的稀世兵书，三爷仰慕已久，想借去观摩一番，不知夫人可否代为寻找？兵书，周先生这话可把奴婢听糊涂了。咱们世子爷平日里连圣贤书都读不进去半页，哪来的什么仙人兵书？夫人说笑了，那东西对三爷至关重要。若是夫人能帮这个忙，在这京城之中，三爷定能保夫人一世荣华。周先生，您这如意算盘怕是打错地方了。陆燕瘫在床上之后，那书房我确实理过一遍。那夫人可是见着了？见着了。陆燕那书房里啊，除了淫词艳絮的春宫，就是各种不重样的酒方子。您说的兵书，莫非是陆燕在梦里编出来的？夫人这话，周先生不信，您大可以去那书房里翻翻。世子爷屋里除了不堪入目的春宫图，就是些无乱刻画的酒方子。让他看兵书，那不是要了他的命，是污了先人的眼。世子夫人说笑了，那东西对三爷至关重要。三爷说了，若是夫人能帮忙找到，待大功告成之日，三爷定有重赏。重赏？三爷的赏赐重如千钧，妾身这双手若不金锋，怕是拿不动，也接不起。不过妾身手里确实有一份东西，不知道周先生想不想看？城防图残卷，夫人这是什么意思？周先生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，何必明知故问？你觉得
这能是什么意思？夫人好大的胆子！你可知私藏这等谋逆之物是抄家灭族的大罪？上好的碧螺春，回青田。喝这个果然比跟周先生在这里说废话要舒服得多。抄家灭族，周先生，我倒想请教一下，这抄家灭族4个字，您现在是在说那位野心勃勃的三皇子，还是在说我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世子夫人？别拿这种吓唬3岁小孩的话来堵我的嘴，周先生，您还没那个资格。周先生，大家都是聪明人，这城防图残卷是陆岩从你家主子手里亲手接的，至于那些谋逆的密信，那一勾一画可都是三皇子的亲笔。我不过是在帮我那瘫痪的夫君收拾书房时，偶然发现了这些脏东西。你说我要是把这些拿给陛下看，陛下会觉得这是家事还是国事？倒是周先生你光天化日之下闯入我镇北侯府，张口闭口就是要索要谋逆的证据。你说我现在若是喊来府兵把你扭送到大理寺去，你家主子舍不舍得救你？江穗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你以为你制住陆燕把他弄成废人的事能瞒多久？只要三爷把这件事捅到御前，告你一个以下犯上谋害亲夫的死罪，你觉得陛下是会信你这个名声在外的活菩萨，还是会信三爷这个亲儿子？不仅是你，还有你那个好娘，还有你背后的整个江家满门。在这京城里，三爷想让谁消失，那不过是动动手指的事。江穗，你最好想清楚，江家几十口人的命能不能承受得住三爷的怒火？周先生，我劝你说话的时候最好想清楚。陆燕那是急火攻心引发的暴死风邪，也就是俗称的书中。这可是京中最好的王大夫亲自下的诊断，现如今全京城的人都知道。你说我以下犯上谋害亲夫，证据呢？拿不出来，你就是诬告一品命妇。倒是你家那位三爷私藏皇城城防图，暗地里勾结边才守将，意图谋反。这些掉脑袋的证据若是落到了陛下手里，周先生觉得你那位主子还有命在吗？至于江家，我娘今天一早就进了宫，这会儿正陪着皇后娘娘在御花园里请安呢。你说，若是我现在派人递个口信进宫，就说三皇子的幕僚此刻正大摇打摆地闯进镇北侯府，甚至出言威胁我这个刚指婚不久的世子夫人，你说皇后娘娘会怎么做？更何况陛下最近对三爷在兵部的小动作似乎早已有所察觉。周先生，你说我手里的这些证据要是递上去，三爷还有命在吗？江穗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甜而不腻，不愧是侯府厨子的拿手好差。周先生刚才问我想怎么样，其实我一点也不想怎么样。你应该知道，我这个人最讨厌麻烦。如今陆燕已经瘫在床上了，这一辈子都翻不起风浪。镇北侯府以后只想关起门来安安稳稳的过日子，没兴趣也不想掺和你们那些掉脑袋的破事。周先生回去最好原原本本的告诉你家主子，城防图残卷还有那些要命的密信，我会亲手把他们全烧了。从今往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他继续当他的天家皇子，我做我的世子夫人，两不相欠，互不相干。但若是他不识抬举，非要再来找我的麻烦，那我也不介意再费点力气，把还没烧干净的东西亲手送到陛下的龙案上去。
我回去如实禀告三爷，从此以后，三爷的人绝不踏入镇北侯府半步，也绝不打扰夫人清静。但也希望夫人言而有信，那些要命的东西，永远不要让第三个人知道。放心，只要你们以后不来惹我，那些东西就会永远烂在土里。好。夫人，那些信件和残卷，您真要烧了？烧了？周先生这种老狐狸的话，你也信？那些密信我一封都不会动。那东西现在在哪儿？万一被三皇子的人搜出来，我把他们和我娘给我的那些保密信放在了一起，藏在一个只有我知道的地方。这些东西是我用来斥衡三皇子、保住江家和侯府最好的武器。既然到了我手里，我又怎么可能轻易烧掉？还是夫人谋虑深远，留着这些，谅他三皇子以后也不敢再动歪心思。他若安分守己，这些纸就是废纸；他若想找死，这些就是送他上路的催命符。晚了，说，是谁派你来的？还是个硬骨头。这是百日醉的引子。半个时辰内，若是没有我的独门解药，你不仅会昏睡百日，醒来后还会神志全失，变成一个痴傻之人。现在你可以说了吗？我说，是三皇子派我来的。三爷交代，必须要杀了你，拿回那份城防图残卷。哦，就为了那半卷破窑皮，三爷就舍得对我这柔弱女中动刀子？还有呢？还有，三爷说陆岩知道的秘密太多了，既然已经废了，就没必要留着。他让我顺手杀了陆岩，永绝后患。果然如此。三皇子这如意算盘打得真响，不仅想要回证据，还想杀人灭口。陆燕虽然贪了，但他脑子里记着的那些破事儿，三皇子确实睡不踏实。除了这些，三爷还交代了什么？还有吗？真的没有了，我知道的就这些了。夫人，解药，求夫人给我解药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我只是个听命行事的奴才。我知道你很急，但你先不急，先把嘴闭上哈，解药会给你的。春桃，去请父亲过来，就说我这儿抓到了个不安分的刺客。是，夫人。怎么回事？深夜惊动您，实在是大意了。父亲，方才这刺客潜入儿媳房中行凶，已被儿媳制服。逆子，真是个逆子！陆燕竟敢勾结三皇子谋逆，他这是要把整个镇北侯府都送上断头台吗？若是事成也就罢了，如今若是失败，咱们陆家满门都要被抄家灭族。父亲，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。三皇子既然敢明目张胆派人来这儿灭口，就说明他已经狗急跳墙了。若是咱们不尽快想出对策，这后手的杀招怕是很快就要接踵而至，届时后果不堪设想。穗儿，这次陆家欠你一条命，若不是你心细如藤制服刺客，我们整个陆家恐怕在今晚就要彻底完了。以前是父亲眼拙，总以为你只是个不争不抢、性情温顺的闺阁女子，没想到在这紧要关头，你竟然有如此胆识和谋略。父亲过奖了，我也不是为了陆家，我只是怕麻烦。陆岩惹出的这些祸事，若是烧到我身上，那个家破人亡的下场，我嫌太累。那依你看，现如今这危急关头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很简单，把这个行凶的刺客，还有陆燕与三皇子往来的密信证据，一起打包送到宫里去，
直接交给陛下。什么？可是穗儿，这样一来，陆岩勾结逆党的证据就彻底坐实了。到时候三皇子倒台，我们镇北侯府作为逆臣之家，定会受到牵连。你这是要把全家推向断头台啊！父亲放心，陆燕虽然色令智昏，勾结了三皇子，但只要咱们镇北侯府一口咬定并不知情，这祸事儿就烧不到咱们身上。而且，咱们不仅没有参与谋逆，还主动在这紧要关头揭发了三皇子的阴谋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大义灭亲，是赤胆忠心。陛下不仅不会怪罪镇北侯府，为了安抚功臣，还会重重奖赏。更何况，三皇子的野心早已是司马昭之心，陛下早就想找个借口彻底除掉他了，只是苦于没有实证。咱们现在把这口热锅亲手送到陛下手里，那是帮了陛下一个天大的忙。好，富贵险中求，就按你说的办。不过，燕儿她毕竟是我陆家唯一的陆燕的事，等陛下龙颜大怒平息，局势定夺之后，我们再做商议。父亲，他现在那个样子，连自理都难，早就翻不起什么风浪了。您现在保住陆家的爵位，才是对他最大的慈悲。你说的对，这已经是陆家最好的结果了。夫人，侯爷已经带着东西进宫了。这一夜过后，那些没完没了的麻烦，终于要彻底解决了。皇帝看了密信，龙颜大怒，三皇子勾结逆党，谋逆证据确凿，废为庶人，圈禁宗人坊，终生不得出，党羽一律斩首，抄没家产。江绥，平身吧。这次若不是你心思缜密，临危不乱，朕还真不知道朕那个老三竟然在朕的眼皮子底下藏得这么深。陛下过奖了，臣妾身为陆家媳，不过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，求个安稳罢了。朕现在看清楚了，陆燕那个逆子确实配不上你。当初朕把你指给他，是存了让你管束他的心思，没想到他竟烂到骨子里，还敢去摸谋逆的高高线。江绥，你立下如此奇功，想要什么赏赐？金银财宝、封号荣宠，只要是朕能做到的，朕都可以答应你。陛下，臣妾什么赏赐都不要，臣妾只希望陛下能降旨，准许臣妾和陆颜和离。和离？江绥，你要想清楚，陆燕虽然犯了大错，但朕念在镇北宫多年镇守边圈的功劳上，已经特赦饶了他的性命。你现在立了功，便要和他撇清关系，岂不是让天下人说朕皇家凉薄，说你江家落井下石，薄情寡应？况且镇北公府如今如日中天，你身为世子夫人，将来陆颜承袭爵位，你便是这京中享不尽荣华富贵的公侯夫人，你到底为什么要和离？陛下，臣妾并不稀罕什么荣华富贵，臣妾活这一遭，想要的自始至终不过是一份清静日子。陆燕生性纨绔，又与臣妾性情截然不合，这些日子相处下来，臣妾深感与其同处一室，不过是互相折磨。与其日后相看两厌，不如就此放手。更何况他如今瘫痪在床，吃喝拉撒皆需人手。臣妾身为正妻，这段日子日夜伺候，早已心力交瘁，长此以往，只怕臣妾这副身子骨也撑不住。不如求陛下给条生路，准许和离，让我们各自安好。江绥，朕本意是想让你成为陆家的定海神针，若有你在，镇北公府的未来朕便能彻底放心。你当真要弃这泼天权势于不顾？陛下，臣妾生性懒散，这定海神针的名头太重，臣妾这副懒骨头怕是撑不起。罢了，朕瞧你是铁了心不愿在这侯府泥潭里打滚了。既然如此，朕便成全你，准许你与陆颜和离。不过朕有一个条件，你若应了，这和离书朕便给。陛下请讲。和离之后，你生是朕的眼，死是朕的刃，你绝不能离开京城半步。若是朝廷有急难或是朕有需要，你必须随时听候调遣。你这一身才谋，
朕不准他埋没在山野之中，你可应得？臣妾遵旨。好，朕准了，朕这就拟旨相诏天下，准许你与陆岩和离。另外，朕再赏你京城南郊宅院一座，黄金1000两，白银10000两。既然你想要清静，朕就保你往后余生衣食无忧。臣妾叩谢陛下隆恩。这么多年的麻烦，终于彻底解决了。穗儿，你别走好不好？娘求你了！燕儿虽然那个混账东西不成器，可我们老两口是真心把你当亲闺女疼的呀！你这一走，留我们这一屋子老弱残病，以后可怎么办啊？母亲，您快别这样。儿媳虽然与陆燕和分了，但这侯府的恩情我记着，往后我还是会经常回来看望您和父亲。儿媳此去并非远行，况且府里的账目和人手，而且临走前都已经安排妥当了。以后若真是遇到了什么难缠的急事，您尽管派人去南郊的新宅子找我，我定不推辞。罢了，夫人，别再强求了。江穗，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陆家绝不强留。这些年在那逆子身边，确实是委屈你了。你且去过你的清静日子。往后若是遇到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，或者京城里有哪个不长眼的敢欺负你，尽管回来找我们。镇北侯府永远是你的后盾。父亲、母亲对儿媳的维护，江穗铭记于心。对了，有一件事，儿媳一直未曾明说。幼时我曾跟着一位隐退的老医女学过几年医术，也算略通针灸之术。世子爷这病起因是急火攻心，导致痰迷心窍。或许我可以试着施针，看看能不能让他好转一些。真的吗？穗儿，你真的能治好燕儿吗？我不敢保证一定能治好，毕竟中风之病变数极大，我只能尽力一试。若是能行，自然是祖宗保佑；若是不行，还请父亲母亲到时莫要怪罪儿媳学艺不精，空给二位留了希望。不怪，绝对不怪！只要能有一丝丝希望，我们都愿意试。穗儿，你现在的医术就是我们最后的指望，那就拜托你了。穗儿，若真能让他起来，陆家欠你的一辈子也还不清，那就辛苦你了。父亲母亲客气了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夫妻一场，临别之际，我也希望他能好起来。夫人，您真打算治好他？他若是起来了，恐怕头一个就要找您的麻烦。我不治好他，他就是镇北侯府心头上的一块病，更是缠在我身上一辈子的牵绊。只有让他活蹦乱跳的从这床上滚下去，我才能彻底甩掉这个麻烦。妍儿，你瞧，穗儿来看你了。陆燕，你应该已经听到了，三皇子已经倒了，他的党羽已被斩除干净，你的从龙之梦碎了。陛下念在父亲多年镇守边缘功劳上，特赦了你的死罪，你这条命算是捡回来了。我刚才对父亲母亲说，我跟着老阴谷学过几年针灸，或许能治好你的病。现在我就给你施针，别乱动，若是扎歪了，后果自负。我能动了，我能说话了。妍儿，我的儿啊，你终于好了，佛祖保佑，你终于活过来了。穗儿，大恩不言谢，你是陆家的功臣，父亲真是谢谢你了。江穗，是你这个毒妇害我变成那副鬼样子的，根本不是什么狗屁中风，是你当初用银针封了我的穴道。燕儿，你在胡说什么混账话？是穗儿不计前嫌，亲手施针治好了你的命，你怎么能当着咱们的面如此恩将仇报、血口喷人？我没有胡说，
母亲，就是江素。新婚夜那天，就是江素亲手烧了莹莹的院子。后来我发现这毒妇中饱私囊，拿假账和江穗当年亲手毒杀庶母的事威胁江穗，江穗就灭口。是江穗用银针刺入我的穴位，把我活生生弄成了瘫痪。爹娘，你们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爹娘，你们千万别被江穗这副面孔骗了。江穗根本不是什么温顺贤良的活菩萨，江穗是个彻头彻尾的毒妇，是江穗害了我。陆燕，我知道你心里恨我，恨我接手了侯府大权，恨我准许了和离书。可你怎么能如此污蔑我？我若是真的想害陆燕，这针灸秘术我藏着便是，又何必在即将离府之际，冒着学艺不精的风险，亲自动手治好陆燕？王大夫是京中成名已久的神医，王大夫3番4次诊断陆燕你是急火攻心导致的中风瘫痪。难道陆燕是想说，王大夫也被我收买了？还是陆燕觉得全京城的大夫都看错了，唯有陆燕你自己最清楚？你分明是……至于你说的假账和庶母之事，更是荒谬绝伦。我江家的庶母当年是突发疾病暴毙，这是京城人尽皆知的事。陆燕，你为了往我身上泼脏水，竟然连江家死去的妇人都要拉出来编纂，你这究竟是想毁了我，还是想毁了镇北侯府的名声？你撒谎！江穗，你明明就是亲口承认！够了！陆燕，你真是让本侯失望透顶！穗儿这几个月为了侯府操碎了心，更是不计前嫌，用秘术治好了你的瘫痪。你不思感恩，竟然刚能开口就血口喷人，污蔑他的清白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爹，我说的是真的，真的是他！闭嘴！王大夫是跟着陆家几十年的老郎中，难道他的诊断能有假？你自己平日里饮酒作乐，房事无度，底子早就烂透了。再加上昨夜大火受了惊，急火攻心才遭了风邪。若不是穗儿医术通天，你这辈子都只能躺在屎尿堆里等死。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爹，你信我这一次，江穗她真的是个毒妇，这一切都是她的圈套。侯爷。到现在你还不知悔改，你勾结三皇子意图谋逆，那是株连九族的大罪。若不是穗儿大义灭亲，保全了全家，这会儿咱们陆家早就挂在午门城墙上了。我们念在你大病初愈，没治你的重罪，你现在竟然反过来污蔑救了你一命的恩人。我陆家门楣清正，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个是非不分、狼心狗肺的逆子？陆燕，你犯下谋逆重罪，本应废除世子位，打入家牢，永世不得出。但念在你是我陆家唯一的独苗，又刚刚死里逃生，本侯给你留最后一条活路。从今天起，你收拾东西，即刻去城外的祖庄住着。没有本侯的命令，你终生不得回京，永世不得踏入京城一步。你若是敢私自逃回来，本侯定会亲手打断你的腿。爹，你在开什么玩笑？我是您的亲儿子，是侯府唯一的嫡长子，你怎么能把我赶到那种鸟不拉屎的荒郊野岭去？那地方是人待的吗？您这是要把我活活困死在那里啊！本侯意已决，你若是不肯走，本侯现在就入宫请旨。谋逆之罪虽然免了死罪，但废除世子位，把你发配到边疆去充军苦力，圣上定会准奏。到时候你连死在哪片黄沙里都没人收尸，你自己选。看，这就是惹麻烦的下场。这种男人若不彻底拔除，迟早会拉着所有人一起沉沦。江穗，你给我等着！别这样看着我，你应该感谢我治好了你的腿，让你能走着去受苦。夫人，世子爷走了，咱们的马车也备好了，东西都妥帖了。走，去哪儿？回家，回咱们自己的家。夫人，按您的吩咐，那几十个家丁婢女全遣散了。如今这院子里就剩下咱们2个人了，遣散了才好。我不喜欢太多人，太吵。可不是嘛，您现在这副懒散样，
若是让京城那些命妇瞧见了，怕是眼珠子都要掉下来。奴婢去给您煨汤，您先看会儿话本。世子夫人，哦不，江姑娘，这是侯夫人特意嘱咐送来的南珠和雪缎，说是天冷了，让您裁几身新衣。劳烦转告母亲，东西我收下了。穗儿，关于边疆护市一事，那几位御史争论不休，你看……父亲，水至清则无鱼，多几个筹码在手里，远比堵住众人的嘴要划算。江姑娘，陛下请你进宫一趟，有些个陈年旧账，想请您帮着理理。公公稍后，这就来。陛下又问您难事了，问什么我就答什么，不邀功也不避嫌。说完了，我也就回来了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下去，挺好。这种清静才是我拿命换来的。夫人，先别看那些打打杀杀的故事了，瞧，这是奴婢刚从灶房端出来的桂花糕，您快趁热尝尝。软糯适中，甜味也正合适。春桃，你这手艺当真是越来越好了，怕是比侯府的老师傅还要强上几分。只要夫人喜欢，奴婢天天变着花样给您做。真好。夫人，刚才听外头采买的人碎嘴了一句，说是那个被赶到祖庄的陆燕，在那边还是改不了那副纨绔性子。听说他整日在那偏僻地方喝酒赌钱，把祖庄那些压箱底的田产都败了不少。镇北宫知道后雷霆大怒，直接发了狠话，断了他所有的乐器，现在只给在那儿留口饭吃，饿不死罢了。由他去吧，他想烂在土里还是死在泥里，都与我无关了。没有麻烦，没有纷争，这种清静和安宁才是我最适合的日子。往后余生，我只想守着这座小院子，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。